哎呦，小光，看大楼房，漂亮吧？哎呀，以前你妈给我钱我都不要，现在我和你爷爷使劲问你爸要钱，都帮你存着，以后都是你的，不然都落外人手里去了。奶奶，你和爷爷多花一点嘛，我都有。我们在乡下有吃有住的，看病有医保，要花什么钱呢？哎，这别动，别动孩子，别动，别碰。我想帮他掸雪的，他还有这么多叶子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现在叶子脆，雪又重，一碰就断了。等雪呀慢慢自己化了就好了。我怕他冻死嘛，还这么小。等到过年了就长大了啊！啊，没事。奶奶，我妈说过年要去滑雪，那我过年就不能过来了。我年前年后都来看看你。去吧，多见见世面。奶奶这儿不用常来，乡下没什么好玩的，我们身体好着呢。你长大了，得花点时间好好谈个恋爱才是正经。你们怎么今天都说这个啊？啊？你妈也这么说了？可以谈了，我孙女长这么漂亮，肯定很多人追，要睁大眼睛好好挑一挑。挑什么啊？挑男朋友呀。我在追你，希望是你的福利，不是你的负担。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让你挑。哎呀，我不要挑了。哎，奶奶，我饿了，我们赶紧弄一点菜，然后回去吃饭吧。林雨森他怎么能用那么坚决的口吻说出那种话？小光，快走呀！哦，来了。妈，雨森在忙什么呢？在不认真的帮师兄看论文，给一些意见。不认真。注意力难以集中。我儿子我最了解了，从来都是专注力一流。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不好的事情。等有了把握再告诉你。难道说我儿子要有动静啦？妈，好，我不问了。打电话是想跟你说，我跟你洛说啊，2月初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，所以今年你就不用千里迢迢来瑞士过年了。那太好了。自从爷爷奶奶过世后，你就再没有回来过。不过我不打算回上海，上海那边你也就别提起了。我知道了。奶奶今天给你烧柴火饭吃，是带锅巴的。那我来烧火啊，冬天烧火最舒服了。哎呦，你还会呀？当然啦，那教的我肯定忘不掉呀。好好好。哎呀，你才回来啊？小光来了，你也不说一声。哎呀，我去买熟食去了，还
还有小光最爱吃的烧饼，你看，你看。别碍手碍脚了，捉只鸡来。好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家里烧的红烧鸡最好吃，外面根本吃不到。外面鸡啊是喂饲料的，哪像我们家的鸡是自己养的。还有啊，柴火烧出来的饭菜啊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当初啊，我要这个灶头，你爸死活不同意呀，说是不够现代化、不协调，让人看笑话。那个时候他飘得找不到北，倒是你妈妈说还是弄一个吧，才没吵起来。你吵起来，爸爸也吵不过你。你都说了多少回了，他回来一趟吃顿饭你就说一遍，说的他都不来了吧？谁稀罕啊？他爱来不来？啊，我看见他还来气呢，他不来才好。奶奶不生气哈。哦，对了，我妈妈给你们拿了好多东西，都在后备箱里呢，等下记得要搬出来。你妈妈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体面了。体面不好吗？这体面人吧，哎，太讲分寸，太讲道理了。跟男人不能讲道理的，否则就瞪鼻子上脸了，就要打。要管到他服气。你看你爷爷，被我管得服服帖帖的吧？以后你有了男朋友我再教你啊。奶奶说的对，听奶奶的。奶奶，你辛苦，多吃点。哎，我呢？爷爷，你听话，你也多吃点。自己种的，带给你妈，吃不完就送人。好。奶奶跟你说的话，你记得吧？什么话呀？睁大眼睛挑男朋友呀，好好挑一挑，拿不准嘛，带回来让奶奶帮你看。知道了，那我回去了。再来，爷爷。好，路上慢点啊。好，我改天再来看你们。啊，慢点啊。好。明天上班又要看见他。西瓜，西瓜，西瓜。西瓜，你怎么看着这么委屈呀？昨天熬夜了？啊，没有啊。可能是太冷了吧。是啊。昨天半夜又下了雪，还好我们办公室有暖气。同志们，来，拿上你们的武器。来，这个真破。昨晚又下了一场雪，不把道路清出来，没办法工作，还有安全隐患。按照往年惯例，各部门分区清扫积雪，待会儿林总也会参加。大家辛苦了。好，拿好工具，准备出发。好。我们部门分到的是精细活，清扫楼顶上光伏板上的积雪。张总，啊，林总，你们已经上来了。我来得早，把林总拉上来了。你们也开始吧，啊。啊，但是张总您，小王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年纪大了？哎，清扫光伏板这事我每年都干，你们林总还不如我熟练呢。这倒是，刚刚张总传授了我不少技巧呢。
让张总监小心路滑啊。好，大家开始干活吧，自己分配一下区域啊。行。西瓜，还是从这儿开始吧。哎，这个雪好像比底下的薄哎，是不是因为光伏板比较热，积不起雪啊？因为技术部的同事们元旦加班清扫过，光伏板上的雪要及时清理，不然结冰了，也许会对光伏板产生损伤。哦，懂了。哎，大家轻一点，别擦到板面，造成磨损。好。光伏板没擦伤吧？擦伤不会要赔钱吧？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。没有，谢谢老板关心。我也没事。分工吧，你们扫近的，够不到的留着我来。好。西瓜，你也太麻利了，这么快有鬼在追吗？哎呀，年轻人啊，多穿点，不要只要风度，不要温度。给我吧，辛苦了。我看其他部门的人还没回来，看来我们部门最有效率。哎，大家喝口热水暖一暖，一会儿林总开个会啊。年会的方案我看了，改一下流程，少一些严肃的讲话，多一些轻松愉快的环节。好的，回头我们再讨论修改一下。今年的大环境不好，很多同行都倒闭了，我们的奖品预算是不是要削减？和去年保持一致吧。另外，除了实物奖品外，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奖品，比如带薪假期1周之类的。这个可以用，这个好啊，那大家肯定喜欢啊。实物奖品要采购起来了，冰姐想定负责了，比照去年就行。年会的场地也要尽快定下来，除了几家常合作的酒店，其他的地方也去看看，是不是有更好的价格？哎，多拍点照片回来。好。另外还有件事，食堂的承包商可以换掉了。我就说完这家不好吃，现在还吃拉肚子呢。定然换。好了，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大家散会吧。林总，有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。你看，这个方案，我们还要调整吗？预算刚刚好，不用调整。一会儿我送到你办公室签字。好。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回头都是要报上面的。不过说实话，你们这个价格真的没什么优势。我们的场地比较新，配合度也高。新就是名气不够。我们年会也是要讲讲排场的。上当了，上当了！原本我还以为是个光明正大溜达的好差事，结果没想到腿都快跑断了，嘴都要说干了。但是你说的特别好，
那是，砍价可是我的天赋本能。好累啊，我去买点饮料恢复一下。谢谢。啊。哦，谢谢。这个还蛮好喝的，喜欢。怎么啦？你元旦回来之后就有点奇怪，难不成你跟林总去上海一起参加婚礼，跟他闹矛盾了？没有。那你这几天干嘛把做好的文件给我，让我一起去给林总签字？还有，前天我们一起坐电梯的时候，林总恰巧进来，你这样低头看脚丫子干嘛？这么一想，扫雪那次也很可疑。你动作这么麻溜，不会是为了躲林总吧？嗯？你干嘛？你这个眼神很不善良。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，松鼠桂鱼和鸡头米。你别试图转移话题，我看你这个反应不像是得罪林总了，不会是？小聂啊，晚上请我吃饭吧，我要跟你爆料，师弟那个混蛋居然挂我电话，我要告状。这个混蛋，我帮了他这么多忙，现在找他帮个忙，他居然挂我电话。他不仁，休怪我无义。小聂，你一定要认清他人面兽心的真面目，还有他硬赖在医院跟我们讨论手术方案，你懂的吧？当然，他的确给我们了许多有用的建议。还有什么？哦，一起吃饭，这些都是他干的，你肯定都知道。管你参加师妹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不用多说。不过方师兄，你真的是来爆料的吗？哎呦，小聂跟我师弟混久了，有长进，不错。我呢，纯粹是无聊。他现在这副样子，是在丢我师门的脸，你懂的。他都跟你说了？哎，他这个人闷骚得很。当初要不是要我帮忙，没办法，追妹子的事情都不会跟我说的。哦，现在的这个情况，用得着说吗？打电话给他，才提到你的名字，一个字“忙”就挂了。这明显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呀！还真有江东父老啊！小聂，我师弟你都看不上，这眼光得多高啊！那福利也是要缴纳保险金才能享受的，不可以不劳而获。什么福利，什么保险金？小聂，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了？这深奥的感觉，跟我师弟越来越像了。哎，师兄，那吃鱼。想用鱼堵住我的嘴，我还真是饿了。啊，吃了2碗，终于吃饱了。那今天我值夜班，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了。我发信息给师弟了，一会儿他来了会带我送你回去的。方师兄，你这也太明显了吧？
是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外科医生呢，平时做手术都比较精细啊，生活里边呢就特别的简单粗暴，习惯一下。看见没？我师弟当年拎个饭盒去吃饭，都能摔倒一整个食堂。如今虽然老了点，但也不减当年风骚，有没有？哎，小念，你想啊，要是把他拿下，当年我们一整个医学院的师姐师妹都会不远万里的对你羡慕嫉妒恨，这多么带感啊！激不激动？爽不爽快？师兄，你别吓他了。我还没吃饭，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？今天小聂请客，他没意见，真没意见。哎，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，你们两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下单啊。要不你再点些菜吧，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。不用，没关系。哦。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？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。哪有？你也再吃一点。买单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说好了要请方世勋的。我来吧。我来。我来吧。之前跟你闹着玩，现在都摆明车马，难道还能让你买单？这边车不能开过来，要走一段路。嗯。他今天来找你，我事先并不知道。他说的那些话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他说，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。啊。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。真是这样？是啊，那时候还没摆明车马，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。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。都那么直接过了，现在不好意思，好像也来不及了。以前的我。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。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，会是什么样？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？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，会不会一拍即合？那大概也很好。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。糟糕，怎么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？这话好像有点过分。
他不会生气吧？哎呦，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？那个，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？他有篇论文，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，让我看看，给点意见。他明知道你，还叫你做这些，早知道不请他吃饭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不介意了。直面手残的人生啊，矫情1年多也就够了，难道矫情一辈子？其实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。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把你吓到了。哦，没有。哪里没有？这才几天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希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。如果给你造成困扰，我很抱歉。这句话好耳熟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，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。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。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好了，我不这样说了。不过，我说什么了？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，真爱哭。不要道歉，不要因为这个道歉。好，我不道歉。我只是看你躲我躲得很辛苦。我以后不这样说了，我保证。你也别躲我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你累，我配合让你躲，也很辛苦啊。你配合我？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，闪避拉满吗？不然呢？天天想办法跑场区和外务，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，所以你也别躲我了，好吗？不会了。真的？那今晚陪我加班。啊？你认真的？当然。我们半夜来2期厂区工地干什么？有个问题，想征求下股东意见。你别乱扣帽子啊！我才不是，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。现在这么警惕了？全靠林总教诲。到底什么事？快说！我来看。
这是2期厂区的总平面图，我们现在在这里。这里以后是2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，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，方便厂区员工用餐。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，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。跟我来，就是这里，我们脚站的地方，一直到头。你有什么建议？你这么突然问我，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。不过我一直觉得，我们厂区很生硬。生硬？是啊，行政区、宿舍区有草坪，有很多绿植，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。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，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，用光伏发电。下面草坪、绿植，摆些桌椅，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，晴天可以遮阳，阴天敞开免得遮光，下雨天全封闭挡雨，还可以建个小房子，卖下饮料、甜品，大家肯定很喜欢。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厂区却没有，也可以安排一下呀，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。非常好。我也觉得，那就这样，本股东拍板决定了，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。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，还是明天再说？这么晚了，当然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听股东的话，立刻落实的意思。小聂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。你就完全不管啦？怎么会？我负责签字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他好像在给我打工，又好像是我老板。他好像在追我，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。这件事情抓紧时间去办。丁总，小聂也是吧？林总早上和我打过招呼了，关于 B2空地的事情，要建一个光伏小花园。对，林总说前期让我推荐一下。行。小婉，我们和管理部的小聂一块开个会。对了，问一下技术部的花总，看看他有没有空一起参加。好。所有关于 B2的资料都在这儿了，一共是1亩2的土地。咱们主要有什么诉求？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的任务，想法还不成熟，想和各位讨论一下。初步想法就是想建一个厂区员工午休时间可以休息的小花园，有光伏顶棚可以遮风挡雨功能。厂区绿化过于少了，就想增加一点绿化。那需要有主体建筑吗？主体建筑要有的，不过不用太大，占地面积200多平方，可以建2层。这个倒是不难。小婉，做一下记录，联系设计公司，让他们出几个图，连预算一起。好的。丁总，华总，坐。刚才电话里和您说了，林总也和您打过招呼了吗？说了。我就一个问题啊，是要做 BIPV 还是 BAPV？ 哦，那就是 BAPV 嘛。
建造一个独立的屋顶光伏系统，对吧？那叫我来干什么？这太简单了，大哥啊，你跟他们对接一下。好。林总交给你的新任务好像很复杂啊！我看你这几天不是在各个部门狂奔，就是粘在椅子上埋头苦读，这什么啊？你也不是很懂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太好了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无知。姐妹，你可以诋毁你自己，不要拖我下水啊！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啊？我好歹也是公司的人，也没听过啊。我还了解得很肤浅，但是大致来说呢 ，BAPV 就是在已有建筑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，比较独立，就像我们楼顶那样。BIPV 呢，就是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，在建造的时候就一起设计，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集成到屋顶啊、幕墙啊、遮阳棚等部位，和建筑融为一体，更加节能和美观，当然建造难度也更大。哦，这样啊。做了才知道，一个小项目落地要这么复杂，采购部、技术部、工程部、财务部，每一个部门都要打交道，很多东西似懂非懂都要学习。我真的太会给自己挖坑了。燕姐，你说我是怎么做到既是甲方又是乙方的呢？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是的，人是有很多面的，老板和下属是可以无缝切换的。各位，有个关于食堂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来。干啥？食堂换承包商的事啊，进展神速。根据后勤部传来的消息啊，经过层层筛选，现在只剩3家做最后的竞争。因为价格相差不大，林总给了建议：食堂不能光看价格，也要看口味。最后决定每个部门出2个人去食堂试吃投票，试吃大会就在明天。那我们部门谁去啊？哎，这种为全公司员工把关的事，大家肯定谁都想去。但是名额有限，为了兼顾公平，经过我再三考虑，抽签。对，这样最公平了，谁都没意见。对。看到袋子里面的纸片了吧？里面有2张写的字，谁抽中就代表咱们部门去参加。这纸上都写的什么呀？这抽到你就知道了呀。谁先来？哎，林总，这么热闹，就是那个试吃，我们打算抽奖决定，你要不要参加？不行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。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欢迎我参加的意思？当然，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，功劳最大，理应参加。小丁说的对，我们再加个纸片啊。谁先来啊？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行，你先来。主管，你摇晃的不充分我的命运一片空白。林总，我最后吧。啊，行。那我先抽了。诺诺，来，那来吧，同志。来。是不是这个吃货？这个的确蛮适合你的。就是这个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吃货了，将在林总和小聂中间产生巅峰对决了，谁才是我们管理部最后的吃货？一起吧。好。
小聂才是那个吃货。吃货，吃货，吃货。糟糕，小聂才是那个吃货。我没降低概率吧？完全没有，谢谢林总。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就是同事之间的谦让啊。那怎么不谦让我呀？谁让你抢着第一个抽的？啊，好了，我要工作了，明天还要翘班试吃呢。一定有问题。人都到齐了吧？今天啊，我是特别的高兴，因为咱们食堂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大家对我们食堂有意见，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我们也是无能为力。但是，难吃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。这次啊，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3家食堂承包商来供大家投票选择。为了保证绝对的公平，3家承包商的名字用艺名来代替，分别是红烧肉、锅包肉，还有啊回锅肉。锅包肉是东北菜吗？回锅肉是川菜？不代表菜系，也就是个代号。华总，你也来了？我可是抽签来的。快开始吧，菜都要凉了。好，最后一句，请大家尊重你们手中的选票。开始，大家排队取菜。林总，你也来了，正好饿了，来蹭个饭。欢迎，要不帮你拿些菜？不用了，我去找我们部门的人。好，那边。每个闻着都好香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每样只能取一点点，不然2家吃完就已经撑死了。你似乎有点低估自己。林总，你也来了？没抽到签，只能刷脸来吃点了。可惜没有投票权。那怎么可以啊？这换食堂的事可是林总你一手主导的。那我和小聂共用1张选票吧。啊？有意见？抽签的时候，没有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取样这么丰富？当然，我可是负责的人。你取样也太少了吧？那这样的话，那我要80%的投票决定权。你怎么临时制定规则？花总的态度也太科研了吧！开动！好吃。
哎呀，一口都吃不下了。我打算投票给回锅肉。我要投给锅包肉，他们家的最好吃。啊，这锅包肉加也太甜了吧？不会啊，如果我自己吃的话，还可以再甜点呢。但是考虑到大家，这个甜度正好啊。你们无锡人真恐怖。不过你还要看林总啊，你们不是共用选票吗？我个人比较喜欢红烧肉。你再体验一下。投票可以听你的，不过我觉得你中意的这家多半要落选了。我放盘子去。这是让我投票？不是啊，我们肯定要投锅包肉的。但你不是还有20%的权利吗？我要尊重这20%，所以把写的权利交给你。小念，你是懂权力分配的，谢谢你给我参与感。红烧肉1票，回锅肉1票，红烧肉1票，回锅肉1票。完蛋了，以后不能在食堂里吃到这么好吃的饭。这么喜欢吃甜的？红烧肉1票，真的不算很甜。我刚刚询问了一下，这家承包商旗下有哪些餐厅，我带你一家家吃过来。我宣布，最后投票最高票数为回锅肉。在想什么？在认真考虑你提出的诉求。有结果了吗？哪有那么快啊？有好多问题呢。比如说，如果食堂承包商要走招投标流程的话，那光福小花园是不是也要走招投标流程呀？你说的，我的诉求，是说光复小花园？啊，这不是林总你半夜3更严肃交付我的工作吗？所以答案是什么？不一定要走招投标，老板你随意就好。好，那我尽快做一份方案发给你。不过，我觉得我好像承担了额外的工作。公司你有没有什么补偿啊？比如说加班餐补什么的。这个肯定要有，不过做工长大概不合适，做我司长怎么样？这个糖醋肉看起来不错。哦，花大水。我们来了。食堂变好吃，有好处也有坏处。总结一下，还是坏处多。说来听听。第一，人变多了，排队太长了。第二，太好吃了，我就吃多了，变胖了。可是我记得刚入职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，
变胖是因为食堂太难吃，心理不满足加餐导致的。谁说的？世间竟有如此谬论？小狗说的。说起来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啊？都吃上了，不会是没下班就跑过来了吧？来，喝点果汁补充点维生素。看破不说破啊，只是提前了几分钟而已。羡慕啊！我们头顶2座大山，动弹不得。我们还羡慕你们呢，每天都有林总这样的大帅哥养眼。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又不是我们的。西光，哎，对了，西光，最近食堂变好吃了，你晚上怎么反而总去外面吃了？快点吃，一会儿12点半人家要送年会礼品过来，我们要去清点的，快点吃。哎，这个好哎，这个我想要，那个我也想要，不愧是我们选的东西都那么实用。这些我都无所谓，我只想抽到带薪休假。这个谁不想要啊？哎，志勤，一会儿3点，张总、林总和采购部有个会议，你来做一下会议记录。主管，我下午要去厂区的，不确定几点回来啊。主管，我去吧。行，你也可以。你想说什么？不躲着林总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躲过？你有官方承认吗？受客观因素影响，采购部的许多供应商需要重新筛选建联。林总前一阵子给了我们一份12年公司重点采购原材料的外部询价清单，帮助我们更快地理清了供应商名单。再根据我之前对各大厂商合作下来的印象，我们采购部初步拟定了供应商考核列表。首先是光伏玻璃这一块，我们最推荐的是这2家厂家，奇彩玻璃和明岩玻璃。价格角度而言呢，奇彩比明岩高出5%左右。不过奇彩的品控和产能更稳定，而且这几天我也联系了一下，他们在技术方面又有突破，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实地考察。奇彩玻璃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他们的管理层的确非常注重研发创新与品质监测，你们可以考虑飞一趟去看看。正有此意，我是打算去一趟。我和奇彩的吴总之前有过一面之缘，这一次我也飞一趟吧，争取一次把事情谈妥。王琦，你和我一起去。不知道是几号去啊？年前园区有很多会议和活动，之前张总让我参加，我怕时间上有冲突。哎，管理部门这次给我们的这份询价清单做得相当详尽，不知道是谁做的？其实可以考虑带他一起，我这边也带上我们王新总。这份询价资料是我最近让小聂整理的。不过王琦提醒我了，临近年底也要看看部门最近的工作安排，也可以就我们3个去，你们先和对方沟通一下时间。好。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。好。小聂，等一下。小聂，你刚刚的目光很不信任。因为你前科有点多。的确。不过这次不是，因为我还在左右为难。为难什么？方式方法，我觉得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。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，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，对你不公平。你考虑的有点多。事情如此，当然要考虑周全。
不过也有办法，小聂，你不要微服私访了，怎么样？这样风言风语，多半就冲着我来了，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。林总，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。出差的事情，你先自己考虑一下。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希光，你要跟林总出差，就2个人，天哪，我就知道是有情况。叶希光，你要是再不承认林总在追你，我就要跟你绝交了。嗨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喜欢一个人就会勇敢的去追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连被人追求都这么扭扭捏捏。林雨森说的没错，他追我，并不是我的负担。就算现在我还没完全放下，也没有必要这么躲躲闪闪。我曾经那么勇敢地追求过一个人，为什么不能同样勇敢地被一个人追求？那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？有呀，关系就是，你猜对了，他是在追我。真的？很认真，很认真的那种。怎么不回消息？不礼貌。难道睡了？喂，刚刚在洗澡。请问聂小姐，加油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加油？你刚刚给我发的短信。二，发错了吧？发错了？我还以为存心想让我失眠。怎么会呢？那真令人失望。那如果没发错呢？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是想告诉我，虽然革命尚未成功，我仍需努力，但是政策已经向我开放？你的理解力有点高端。那方向正确吗？
有2件事要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一件事，我想去出差，我想去溜达，不是，去见识一下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。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，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，不是你的问题。请不要束手束脚。当然，如果半个月之后流言蜚语还是针对我，那你也扭错了。说明我没有做好。对，所以你要加油哦。如果到时候我的每个朋友都跟我说，希光，林总对你不是认真的，你要小心，那我就飞快的跑路。这样，那你把你的好朋友名单给我一个。那没有，我怎么可以帮你作弊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我要睡了。林总晚安。怎么啦，林总？还有事？有。小聂，订票。我居然色令智昏，做出了如此轻率的决定。七彩玻璃竟然在广州，要搭飞机。小聂，到你了。来了。我有点恐飞。去年呢，我们厂升级了光伏玻璃生产线，并且优化了生产技术，而且呢，新增了新的纳米涂层设备，用于制造和生产我们厂自行研发的自洁玻璃。这边右边呢，都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生产厂房。刚刚听钱总说，双远扩建了生产线。是的，27厂区预计年后完工，上半年投产。这个时候逆风操作，我得叫你一声兄弟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哪里比不上吴总埋头苦练内功，在下一轮浪潮里，奇彩必定独占鳌头了。嘿，我係小打小鬧，不值一提啦。這次林總能夠親自來，我很驚喜啊！先一看，哇，邊度嚟嘅良宅，總有幾分民俗。想起來啦，之前啊，在上海
跟朋友喝茶的时候就有见过面呢。3年前了，那个时候万万没想到和吴总还有这样的缘分。谁说不是啊？我記得你之前係醫生嚟噶嘛，怎麼突然搞光伏啊？盛遠對雙遠可不上心啊，下面的人更是……怎么，有人得罪过吴总？就是你们之前那个采购部部长啊，拨款就算了，而且借口说我们品控不行，这不是败坏我们名声吗？莫总，对，就是姓莫，对吗？他在你们公司口碑也不怎么样。之前有条件比较好的宿舍被莫总的亲戚插队抢走了，林总知道后费了好大的劲才帮我们要回来。之后莫总就一直……哎，难不成他还敢给你脸色看？不提了。大家咗就是你個人環境挫折。哎，他現在不負責採購這塊嗎？去年底盛源总部内审，他被查出来在总部任上有经济问题，后来连带查到他在双远任上也不干净，所以只是没想到他还得罪过吴总，我一定要把这事反映给外公。哎呀，咁大個好消息，你怎麼不一見面就告訴我啦？不用反映給盛老爺知啦，小意思。我不是小氣的，我只問一句，他進去沒有？差不多。阿盛啊，你一來就給我出了口陳年惡氣。我這個人啊，最相信風水玄學，我倆的八字相合，回頭啊，大家都高樓高樓啊。求之不得，我才入行，正要向五哥多多學習。肯定的啦，咱們真正是上下游一家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。其實，我對姓莫的不滿，也不完全是因為私人恩怨，最主要是他跟我們這邊斷了，轉頭就採購高價日本產品。事實上這幾年國內光伏玻璃品質完全追上來了，與其崇洋媚外，實在是沒必要啊。的確，光伏產業上下游完全國產化只是時間問題。冇錯。哎，說了這麼半天都沒有聯繫方式，來，都加個微信啊。走，我們接着看。哎，妒忌報警了，今天在我們廠的貴賓廳有晚飯預盒，就在前面啦。林總，別嫌棄啊，我們自己家的滷味和叉燒做得比外面大飯店還要正宗哎。那我們先體驗一下奇彩貴賓廳的品控如何啊？哦，對了，西北那邊有好幾個電站項目，馬上就要招標了。阿盛啊，你有咩打算啊？以前接触的都是他们公司高层，还是第一次见吴总本人。原以为只是借着爱乐集团庇佑的二代，没想到对业务这么了解。乐商是这样，低调务实。哎，那今天谈的条件，价格上再压一压。行，那我唱白脸，林总你唱红脸。那个，你们都下载那个微信了吗？下了，不过用的频率不是很高，主要用来跟女朋友聊天。我前阵子才下，用的不多。不过这个软件以后大概率会是主流。肯定的呀，免费的多香。那到酒店有 WiFi 了，我也下一个。上个月英姐让我下，我没有下载。林总，你也不提醒我一下，害得我严重落伍。我的错，失职了。大家把身份证给我吧，我去办入住。好。给我吧，谢谢。林总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
小聂毕竟是……没事。我在网上订房的时候找了优惠套餐，可以免费享用行政酒廊，而且每个房间还赠送一个 SPA， 晚上11点结束。大家现在去还来得及。小聂做事啊，真是周到体贴。订酒店之前还特意问我酒店偏好，我说什么偏好都没有，我们住一间吧，你看着办。都是同事教的。走吧，在这边。你好 ，SPA 有空位吗？好，我半小时之后过去。有2个空位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戏下的太多。小聂，你要不要问问林总那边？他们男人多半不做 SPA， 正好咱俩一起去。好呀。也是。出差还要陪你加班啊？陈总让我问问你们的 SPA 券用不用，不用的话就他和我去。稍等。王鑫，那个 SPA 你去一下，别浪费了。男的还做这个？当然可以。王鑫特别想去。林总说王鑫总特别想去。那好吧。做不了 SPA， 那就出去逛逛吧。不过我吃撑了，就去买点东西，请你在酒店门口等我。几点？现在。那个，我出去买个东西。哦，好。你居然还换装？你不是让我加油吗？那多带一些衣服不是很正常？这叫发挥自身优势。我懂了，一表人才。我讲，你要去买什么？我要去买个新手机，旧的内存不够。走。走。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，颜色有这2种。你朋友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型号。好用吗？可以，反应速度很快。你可以拿个粉色的，跟你朋友的这个颜色很配。什么颜色无所谓的，反正我要换各种各样的手机壳，所以那就粉色了吧。好。麻烦帮我拿内存最大的。好的。正好还剩下1台现货，价格一共是2498。请问哪位？哦，我。好。那需要拆开吗？我们可以帮你装机。好呀，那麻烦帮我装一些常用的软件，还有微信。哎，小姐，你之前用的也是我们的牌子，整个旧手机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都是可以导到新的手机上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。我只需要复制通讯录就好，其他的就留在旧手机里吧。好。总算把微信注册好了，来加个好友。你动作也太快了吧！一直盯着，
你下载了新软件，我当然要第一个申请。你同意吗？我同意啊。申请通过，我的好友。陈总，我给您带了双皮奶。哦，谢谢。哎，不是出去买东西，怎么又给我带了吃的？本来是不想吃的，但是这家双皮奶特别有名，我吃了一下，觉得真的很好吃。林总还说，他说怕你减肥，要是不吃的话，再给他拿过去，免得浪费。那林总也太小气了，我当然要吃。哎，真不错，奶味很足。小聂，你跟林总是？哦，不是，我跟他。别紧张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没有，就是有些话，原本我不该说，但是我之前经历过一些事情，还是想提醒几句。我以前那个公司比双远大不少，你应该听说过。我一毕业就进去了，干了10几年，升到了采购部副总。我以为我会一辈子在这个公司了。哎，但是我这个人吧，胆小怕事，收不了黑心钱，挡了人家财路，就有人针对我。职场上勾心斗角也很正常，但是他们偏偏就要用最下三滥的手段，暗地里编排我男女关系混乱。一时间，公司关于我作风问题谣言满天飞。这些人太恶心了。那你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呢？也都是背地里指指点点，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的。你说的对，就是恶心。我想报警，没有证据。我找老板说明情况，老板跟我和稀泥，说是我想多了。我彻底心寒了，一走了之，不跟这些烂人浪费精力。当然，我走之前也给他们留了点小麻烦。做得好。这何尝不是一种逃避呢？他们又何尝不是成功了呢？我们女性在职场真的很不容易，拼死拼活做得再好，别人轻轻松松编点谣言，就能让你陷入泥潭。小聂，我吃过亏，所以就想提醒你，是不是让林总稍微低调一点？不然就怕有什么非议冲着你来。你说这些天的情形，我这个没怎么谈过恋爱的人都能看出来，那别人肯定比我眼尖。当然，我一个字都不会提。陈总，谢谢你跟我说这些。我跟他考虑过这一点，但我们还是决定顺其自然。毕竟公司没有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爱嘛，所以我们就想光明正大一些。其实，你遇见的事情，我上大学的时候也遇见过，当然情形没有你那么严重，但是那种含冤莫白、无法解释的感觉是一样的。而且很久之后，时不时还会突然想起，觉得很难堪，很委屈，就好像形成了一个阴影。所以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
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在你身上，在我们公司发生。你这话说的，好像你是我老板，要保护我似的。不是，哎呀，就是当时也希望有人能保护我嘛。其实当时也有朋友帮我安慰我，所以我就……我懂。虽然呢你不是我老板，但是听着也莫名的有一点安全感。行，既然你跟林总的事情你没有考虑过，那我就不多嘴了。你别觉得我多管闲事就行。怎么会？我特别高兴。我觉得这双皮奶戴得太值了。行了，不早了，赶紧去洗澡睡觉。哎，等一下，陈总，你好像误会了，我跟林总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还？懂了。哎，以后叫我陈姐吧，我们部门的人都这么叫我，别搞得很生疏。那一点乌云密布，那点弯弯曲的路，走走停停，数不胜数，爱才不那么仓促。昨天下的雨停了吧？今天暖阳正浓，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，想试着在你身后，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，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海匆匆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，紧紧抱，轻轻拥，想守住你温柔笑容。是越过了阻碍重重，此刻想试的是你眼眸，不退后，不怕寒冷的冬，阳光只肆你也似我。梦远了，梦醒了，梦碎了，不过就是场梦而已。